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单元是产后妇女的身体倾向以及她的情绪压力来源。今天的大纲主要可以分为：先了解身体倾向的定义以及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再来是经由案例的分享，我们来探讨妇女的压力源；最后则是因应我们的产妇个别性来提供他们处理压力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介绍身体倾向的定义。身体倾向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所形成的形象，由自己的身体神经感觉系统、心理层面及社会层面互动所形成的对自己的概念。所以，身体倾向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概念，包括对身体的想法跟感受。至于说一个人是怎么样看待他自己的身体，他跟身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是亲密的、满意的，还是敌意的，还是厌恨的呢？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背景，有不同的经验，所以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看法自然而然是不一样的。身为专业的护理人员，当然希望我们服务的对象能够理解、接受、欣赏自己的身体。所以，对我们所照顾的对象是产后的妈妈，可能她在怀孕生产过程中，自己的身体会产生不管是结构上、大小、形状或颜色的变化，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自我看法的不同，甚至于是负向的。因此，护理人员必须要厘清我们所照顾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他们自己的身体，而且要带着同理心，不需要去批判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反而需要的是同理的去进入服务对象的世界，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够提供独特的个别性的照护，这样的照护才可以提升我们照护的品质。有许多的研究显示，许多产后的妈妈在产后会面临许多的压力与困难，其中有一项就是母乳哺喂。在母乳哺喂的过程中，到底妈妈面临了哪一些的困难跟挫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是由一位产后的妈妈她的实际的经验。我在产后第一天开始就亲喂。那因为我的宝宝他状况好像跟别的 baby 比较不一样，因为他就是可能我喂完1个小时以后，半个小时他又哭，然后就这样持续了12个小时，可能一整天我就是一直在跑亲喂。那其实护理人员他有过来跟我说，你的奶水不够，那建议我补配方奶。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跟护理师说我要全亲喂，我不补配方奶。那但是护理师这样跟我讲的时候会让我犹豫，因为他说担心我太累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如期的亲喂，或者是说宝宝之后因为吃不饱嘛会没有安全感啊，或者是容易脾气差啊，然后就是各种状况出来。那我当然也是担心我的宝宝，所以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到底是要全亲喂还是要补配方奶？那再来是因为宝宝有时候会要回去检查嘛，那护理师就有跟我说，宝宝现在变得非常的黏人，就是一定要抱着，不然就是会哭。那会让我觉得是我的错吗？我的亲喂，所以造成这些问题吗？由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知道，产后的妈妈在母乳哺喂过程中，真的面临了许多的压力跟挫折。那到底要如何来协助这样子的妈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口长庚医院妇产部的柳淑珍专科护理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淑珍专科护理师，她具有临床工作经验大概30年以上，而且也是我们卫福部母乳种子讲师，所以她在母乳哺喂这个过程中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在工作之余，还在他们的社区组织了一个专门为母乳哺喂的家庭去empower 受力这一些的妇女跟家人，让他们可以面对哺乳的事件，有一个快乐的哺乳经验。
好，我们今天非常欢迎素贞专科护理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你好，老师好，各位学员大家好。从刚刚的影片，我们有看到，这位妈妈有提到她的孩子的哺喂状况，在出生以后，大概每次哺喂母乳就要花上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然后呢，等到喂饱了半个小时之后，又开始哭泣了。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这样子的状况是正常的吗？好，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妈妈真的是乳汁分泌不够？好，谢谢老师提问。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母婴亲善的课程有接受过这样子教育的医护人员，他们都会去评估这个宝宝他的含乳状况，他是真的在妈妈身上含乳吸吮，还是他就挂在身上睡着了？好，那因为宝宝他会哭，在生下来的这1个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家人常常把哭跟奶水不足画成等号。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宝宝刚从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他其实是生理时钟还是在他的子宫里，所以我们要给他一段时间去适应外面的环境。那家人该要做到的是什么？家人要做到的可能就是要观察，当他在哭泣的时候，他的肤色、他的呼吸，他是不是平稳的，然后怎么样子让妈妈能够休息，让小孩子在哭泣的时候能够被安抚。对 ，OK，所以听起来我们护理人员也应该要了解，其实这样子的现象在产后也是常见的，可是不代表就是奶水的不足，是，即使 baby 一直在吸吮，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他要不断的找他自己的安全感，就像在子宫里，他的 OK 手脚都在他的嘴里，羊水也是不断的会流进去。OK，对。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您啊，刚刚有提到这位妈妈提到说，护理人员告诉她说，如果她的宝宝一直在哭，会影响她的人格的发展，会容易生气，然后妈妈的乳汁不够，她希望她用配方奶来补充。这一方面，您的看法是什么？现在是说小婴儿因为喝奶而造成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奶水不够造成他没有安全感。其实配方奶并不是给小婴儿安全感的唯一的途径，他必须要妈妈跟孩子经常的接触，他才能够从妈妈的怀抱里面得到他的安全感。那至于说他的奶水到底够不够，他必须要真的会去评估他的乳房的状况，因为我们常常遇到护理人员，他说真的，他不是每个他都很会去评估他到底是不是有泌乳。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看孩子的亲喂含乳的技巧，那这样子你才能知道他含的对，然后挤出来是不是有奶，然后是不是很频繁的在做喂奶的这件事情。对，我想要再澄清的就是说，我们护理人员应该有正确的认知嘛，哈，就是说一直在含，一直在吸，可能是 baby 离开子宫以后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的过程。那所以不要把它归类于是乳汁的不足。那你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护理人员必须要学会观察 baby 在含乳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含乳的姿势对不对？那这一方面我们怎么去评估说 baby 有吸到足够的奶量，妈妈的奶量是 OK 的呢？因为经常在病房里知道，说实在，在产后的这1-2个礼拜，奶量是不会这么快就冲上来。那你也知道，我们说所有哺乳类的小动物，小猫、小狗、小猪，它2个礼拜之内，它都是要很频繁的用力含对吸对，它妈妈的奶量才会上来，它的力气才练得出来。所以妈妈到底含乳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它真的含在对的位置？这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所以我在病房会教妈妈，一定要把乳晕先挤软，挤软之后再做一些推的动作，让她的孩子真的能够含住比较软、比较大口的乳房。您所谓的推，就是把 hold 住我们的乳房，让 baby 比较容易含到妈妈的乳头，是不是这个意思？对。OK，所以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产后的初期 baby 一直挂在妈妈的乳房上面，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历程。
妈妈要先有心理的准备，她的 baby 可能就是24小时都会黏着她。对，可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对，可是产后真的妈妈真的很痛很累，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叫做亲子同事，她就会觉得我不想在很痛很累没办法顾孩子的状况下还让他黏在我身上，这又是一个另外的议题。所以可能是在妈妈在怀孕过程中就应该有这样子正确的认知，而不是认为说喂母奶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其实在过程中也会遭遇很多的困难跟挫折。没错啊。 OK， 所以这个正确的认知是很重要的。那遇到这样子妈妈觉得很累，可是 baby 又要含乳，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跟协助呢？这个就要牵扯到我们产前教育，家属是不是先生，甚至他未来的照顾者是婆婆、妈妈还是月嫂，他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上这个产前教育的课？对，就是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就是当妈妈在很累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忙小孩子哭闹时候的安抚，孩子想吃奶的时候，妈妈可以躺在那里很舒服，让帮忙的人帮他调姿势，让妈妈能够躺在那里休息，可是乳房可以不用休息，一直让孩子吸。那孩子吸到半路，妈妈真的很想睡，孩子也不吸了，那这个时候要看尿片，妈妈不可能再爬起来看尿片，就是先生家人可以再帮忙他洗屁股啊、换尿片这些的。对，所以旁边的家人的功用实在是真的很多，尤其是我们刚生产母婴分离的状况，就现在疫情很多，母婴分离的状况很多，我们就必须教会妈妈挤奶。可是妈妈自己挤自己的乳房，又是一件很累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先生就是最好的帮手。我已经教了非常多的先生是我的好徒儿，他们就可以把乳房挤得很好。那这个时候他妈妈就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有用的妈妈，她躺在那边还有先生可以服务，还可以供应她的奶水给她的孩子。所以说，不喂母乳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家庭的事件，而不是妇女个人的责任。那接下来我们学员可以知道，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妇女的压力源之一是她会担心她是不是可以成为好妈妈，把母奶给喂好。再来是负向的身体的形象改变，以及缺乏社会的支持，包括了经济的压力，还有家人周围的人是不是了解她的状况。最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压力源也有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距离，使得她会觉得自己跟先生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的好，那么的亲密。于是我们护理人员在减轻妈妈的压力的措施方面，要能够协助他们寻求适当的支持，以及呢要协助他们学好技巧，处理好自己跟另外一半的关系。当然也要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24小时都沉浸在一些的担心跟忧伤上面，要适当的抒发。成为妈妈，要胜任妈妈的角色，要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给自己适应宝宝的一些时间，学习怎么去照顾他们，了解他们。至于情绪方面，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负向、很忧郁，则要协助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协助，或者是心理的专业人士的协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学员在看了这一个单元之后，能够对自己的角色功能更清楚，进而能够协助我们的服务对象促进健康、解决问题。谢谢大家。